为什么要给我们吵醒呢？好吵，小本你好吵，你把我吵醒了，你一听你就把我吵醒了。那么小的一个小东西，那么吵。我在家的时间非常少，但是我每次回家，我基本都是被他吵醒的，我就没有在这个家里自然醒过。只要门口有人经过，他一定会开始叫。然后还有出去遛的时候，他这些暴冲，哎 ，no。然后他就会瞪，然后会叫，你抱着他，不要让人觉得害怕。所以其实他是挺给人造成这种精神上的压力的。而且如果将来有小孩了，我觉得对小孩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。所以我很想去了解、去解决这个事情。Hello， 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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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要上课了是吧？他要上课，对。他很快，如果你们不干涉他的话，他很快也能安静下来吗？他可能安静，然后过可能半个小时，他会又叫2声。对，如果这个朋友坐着突然站起来，对，如果不理他的话，明白明白。老师您坐。好好好，就我有一些问题肯定是要问你的，因为我知道你找我是因为你接下来要备孕。对，想要生小孩。对，那因为他未来肯定是家庭的一员嘛，对吧？你会有一些什么，比如说担心啊，或者说一些困扰？我觉得有2个问题，一个就是他在家里，他经常就是这种，比如说外面一点点动静，他直接一个弹射出去，一直叫得停不下来。然后我早上8点以前我一般是不会醒，但他如果一叫就会把我叫醒，一醒了呢我又睡不着，一整天都精神非常萎靡，并且我也想到，比如说如果将来有小孩了，他这种叫声肯定也会把小孩给就是吓到。首先呢，你不用担心，孩子不会啊，这个孩子从小其实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去听多一点的不同的声音、环境音，他从小听到这个声音，就像做胎教一样，就习惯了环境音。是的，所以孩子这个部分呢，我觉得你不用过度去担心。但是我比较担心，可能对你个人来说问题更大。吓到了。你如果一直睡觉睡不好的话，备孕期间状态就会不好，而且出生以后，基本上我儿子现在2岁半了，我基本上都没怎么睡过整觉。昨天他还醒了3次，所以就是我们得让你至少在备孕的这段时间，跟怀孕的这1年里面，至少要让你睡好觉，而且未来至少这个事情不要再成为一个让你很困扰的问题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，这个狗是你从哪里得来的？哦，是以前我还在北京，2024年的时候，就他就自己突然来我家门口坐着的。天哪，我家门口有一只可怜的小狗，哎呀，它也不走。哇，好有爱心哦。哦，他选择我们。它流浪过，应该是因为看它全身那个毛的卷曲度，我都看不出来是什么品种。它是刚到你家就已经开始出现这样子的问题，还是这些问题是循序渐进出现的呢？我们一开始把它收到家里，然后它就晚上一直叫，我们当时都崩溃了，觉得肯定养不了，因为，它整个晚上都在叫，然后早上起来一屋子的屎和尿这种，后来慢慢就好了。一开始是一直叫。哦，一个晚上我们都怕邻居听到什么的。哦，后来我感觉是不是他意识到这个地方属于他之后，他就不叫了。哦，你的狗狗是捡来的，那我能大概知道它不是社会化不足，它是社会化不良。什么叫社会化不良？不足的意思是他接触到的刺激不够，他是接触到的刺激过多，因为他在流浪的过程当中必然发生了一些让他比较负面的事情，让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产生了一些改变，所以他为什么会那么警觉？因为他不确定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安全的。其实你们家现在的这个布局其实是有问题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完全是相通的，然后所有的地方都不分区域的。那你在向狗狗表达的意思就是，任何一个区域都是需要它去管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它会管门外。所以你如果想要好好睡觉的话，
你们晚上把它放进房间、厕所，任何你们认为它可以待的地方，它就不叫了。你可以今天试一下。啊，跟人一样。对。哎呦，好开心！对，它其实真的很乖的。我小时候也养过狗的，然后那时候养的那条狗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几只狗里面，就它是一个长得很怪异的，它地包天，并且它眼睛是红色的，矮，跟它体型差不多，体型跟他一样的。然后我和我哥都觉得它好可爱，然后就每天养着，然后又生了一些小狗，后来养着养着，我们后来就是反正因为搬家，然后因为其实我和我哥也没怎么，比如说给它洗澡什么都是我妈在洗。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，小时候我们，哎呀不行，小时候我们就是下晚自习回去就看到3个小狗，我妈洗完澡之后就用一个小毛毯给它们裹着，然后3个小狗的小头在里面，然后这样看着我和我哥放晚自习回去。但是因为我们没时间养，后来那个小狗就被送回农村去了，然后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了。我最后一次见那个小狗，就是我回到老家，就是突然它就从那个林子里面跑出来，然后特别的脏，然后它一开始对着我们叫，后来它认出来我和我哥，然后就一直亲我们，后来我就没见过它了。然后，所以后来这个小狗来的时候，我其实不太敢养，因为我觉得很难对这个小狗负责。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想给它找回它的主人，但是找不到，然后后来才留下的。留下了之后，就我和汤包就一直在养，主要是汤包花了很多时间在养它。然后我就一直都担心自己养不好小狗。就我觉得我可能，我感觉我现在的此刻这个我虽然是一个35岁的躯体啊，但是我觉得哭的是那个就小学阶段那个，也没有什么掌控能力，然后事情也不由你说了算，然后你喜欢的东西因为你没有能力去保护，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让它陪伴着你。我觉得是那个很无力的状态，让我情绪有点失控吧。那时候很想再说小鹿讲起来的时候，我就还是难受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是他爸调在一个镇上去工作，我们是从一个镇上搬进城来了，因为他哥哥要进城读书，他也同时要进城的读书嘛，就不好养嘛，我们是租房子在嘛，不好养，就送给他一个3D家养着。就是你别去想以前，因为小时候这些事情我们其实也很无力，你说对吧？对。你现在对他已经很好了。其实会去把流浪狗带回家的人，心里其实是有缺失的。就特别是养狗的人，其实是因为想要被爱才会去养狗的，因为如果爱爆棚的话是养猫的。这是他一直在说的话，就是我要确定我能付出爱，我能负责任，我才会要。就这个命题在他的生活里反复出现。对，我们一开始都觉得我们肯定养不了，因为我俩都很忙。是个很大的选择，确实，我当时也是很害怕这个，因为我从小一直也是养狗，然后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，对，就是很累。我们是刚在筹备婚礼期间，因为他5月份来的，我们5月份婚礼，5月26的婚礼，他5月13号来的我家，就是也是缘分，你就觉得哎呀算了，就留下吧。我其实担心你的状况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主人他其实痛苦的点就是在于，他们总是觉得自己给狗的不够好，或者是不是自己没有做好。其实不会的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已经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了。我是想，是不是可以明天你们带他来我们店里，我给他做一个评估。好，因为现在我们这里面有一些测试，我做不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明天去。对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狗这么复杂。早上好。我觉得，如果送过去的话，
我们等到那些我们都在出差的时候，因为要这样。让他早点开始学嘛，因为他学了，我们也得学。我不喜欢我在家，然后他不在。孩子要上学，你不让他上学，你一会儿就站那。我就觉得有点浪费。什么叫浪费？他上学。Shush, Melvin。小白，乖乖，我在这里啊。哦，他咬了你吗？没有吧？挠了我。拜拜。哦，对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他在笼一出去，笼子里根本待不住。每一次都是这样。哎，这有点要把孩子送走的意思哈。没有安全感了。老师好，我们来聊。Sorry。他昨天又睡在哪里的？他睡在书房啊，今天没叫啊，没叫吧？可能因为我起得早。哦，我妈还是很早把他拿出去遛了，所以就没吵到我。门口也刚好没有外卖快递。哦，那我们先上去给他做一个评估，然后让他去闻一闻。好。让那个 Jordan 出来一下吧，跟他见一下，我看一下他的状况。狗老师要来了吗？对。这是很危险。他在驱逐他主要就是情绪控管的这个问题。挺凶猛的，领地意识好强。老师好稳定啊。老师要教训他了吧？不会，他也会给他一些回应，就会告诉他，就是但不会去伤害他。哇，还有狗狗老师。他其实有一点控管跟感觉别人的动作都是有危险的那个状态在的。叫完回来，他通常会找男同志，找汤包，因为汤包是主要的照顾者。对。你看他走向你的表情，你看我厉不厉害？哦。所以我说这之间是一个误解。他觉得他在帮忙。对，然后其实我并不需要这些。对。他跟你们之间现在有一种误会。就这个误会不是你们不对，也不是他不对，但是就形成了。先让常老师给他训好了。对，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现在等于都是中性的嘛，他对他也没有啥印象，也没有坏印象，他对他来说是个中性人。然后从今天开始，常老师带他啦，给他好处啦，开始奖励他了，然后又表扬他了，他在他面前就是一个高大的正面的一个形象了。那他要去教他很多东西就很简单。好多学问哦。我觉得咱们还是就是给他留下嘛。今天吗？好。他有点舍不得。你们回去好好睡一觉。他想先带回去，过2天他说等我出差了再送过去。但是我心想，要不让他开始早点学习嘛？早点学习他就早点回家一样。对，行。就是他晚点来。要多长时间？我觉得他的问题，如果预估的话，我觉得3个月要。哇，这么久，要这么久啊？3个月。中间不能回去哈。其实是不建议回的。你们可以来呀。你们可以来。我们可以来看他吗？对，你们可以一直来看他，就是因为他每天在这里其实是有训练项目的。哦。哎呀。好吧。有点难过，但是我也是觉得是最好的办法，因为如果他能很快就好，那我也能更快去让他更融入我们的生活。3个月，我们可以来看他的吗？我们可以来看他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有孩子之后会更加麻烦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处理这个事儿就是最好的办法。没事，他很乖，也是一个，我觉得对于他的生活质量也是一个很大的。对，我们就可以带他去玩了。对。我能感受得到你们其实很爱他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以后可以更好的融入这个家庭嘛，因为他也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嘛。对。他能够更好的融入家庭，你们其实也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。因为有了孩子以后。其实你们的很多精力是更少、更没有办法去做他的调整了。对对。
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个很好的契机。好，那就让他开始上学吧。好，他是来享福的呀，不要这样。我们这里很开心的。好，但是我知道你们情感上，随时想他，随时来看他，因为我们这里一直有人的。你们待会儿要开心的跟他拜拜哦，不然他会误以为是不是要发生不好的事情，因为他能感受得到你们的这个情绪。好。他开始那个又有点焦虑了。我不要我的情绪影响他，我先出去缓一下，然后我再来跟他说拜拜。等等，小贝。他还要跟去呢，他因为有点担心。我当时，哎呀，那个情绪就是你会觉得他有点可怜，他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，突然我们就把他送到一个地方去，然后他就要自己一个狗待在那儿，就感觉他那个简单的小脑子也想不通是发生了什么，我就怕他觉得我们抛弃他了。拜拜，没事。来，回来了。对。好的。乖乖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小狗在这么好的环境里，它能够在这儿成长，因为狗生这么长些年，它如果早一点，你看，早一天开始学习，那么它就早一天开始自由，可以带着出去玩啊，然后很快乐的这些时光，我就觉得挺好的。Good girl, Melbourne。哦，是呢。是。那我把它放进。好。没事，他会过得很好的。我们俩像两个空巢老人，现在空巢老人。哎，确实，我觉得他有一些问题，就是必须得解决。刚刚老师说，3个月的训练之后，他会换一条狗，不会真的给我们换一条狗吧？他没有。3个月后回来，一直金毛。但我们还是要多来看他，不然我怕他就跟我们没有那么亲了。对。养这个墨尔本当然是一种缘分哈。当你们就是一直带着他的时候，有没有做实习父母的感觉？确实有，虽然我不觉得是像一个孩子那么的那种沉重的责任，但是至少是有一些花一些精力时间在身上。是的，我是比如说每天一起床，我第一个任务就是溜墨尔本。我不在家，我也在思考啊，墨尔本有多久就是没有出门，或者他什么时候吃饭，我还是一直需要有这个意识。所以其实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准备，对。你 energy 还好吗？还好，我出去工作。加油！拜拜。哎，后面吧。来，哎呀，好美呀！哎，我刚刚在路边看到2个人，跟他俩一模一样背影在那买咖啡，我心想，哎，是不是你俩？虽然我现在在备孕，其实我还是不敢闲下来，但是我现在在自己的工作上有取舍的去做调整。我能工作一段休息一下，然后又工作一段又休息一下，这已经很奢侈。我觉得我很喜欢，也很感谢这样的状态。我们现在其实可以上台了。好。然后听我指令啊。水要带。位置我想好了，上面有水。而且作为一个创作者，如果每天过着一样的生活，你的创作是不会有新东西的。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就是过得很拮据。我当时在律所上班的时候啊，中间大家说一起吃饭，我就说我不去了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跑回家，然后我就煮我那个方便面。那你每天给他们借口都是你有点事儿。我有点事儿，对我这个人就很有事儿。我现在会意识到，其实我选择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事业，我不在意备孕生小孩这几年有没有我，或者别人怎么定位我，我都要继续干下去的。哦，这个是美团没有赞助的好多节目。哎呀，前两天看那个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那个片段，给我笑的。他们不是直播吗？直播他们说姐妹们成团了啊，成团了吗？
不是，就说美团怎么，美团怎么，然后导演组说不要说美团，不要说美团，美团没有赞助。然后那个现场有个人直接说好，不说美团，不说美团，然后就刚播出去，贼好笑。哎，你有追着看吗？我感觉没有，我刷片段，我现在看不进去任何综艺。我也是，除了《姐姐当家》，姐姐当家好看，追着小鹿看。我刚在路上跟小鹿聊，我才知道他这个节目是夫妻档，我以为是父女父子。那怎么汤包不来？哦，汤包在家陪我爸妈。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最近因为这个认真备孕嘛，去看中医啊、西医啊什么的，都要看一看，都让我们要11点前睡觉。你是今年正式开始备孕是不是？之前都是说。对，之前你说哪有时间呀？你跑来跑去备啥孕啊？我只是创作速度比较快。在背之前就写出来。对，在备孕的时候，只要段子写出来，我就感觉这事儿完成了。耶！来，坐。你来的刚好是时候，上了哎，对，面包上的格陵兰岛。哎，鸟来了，来，坐这边。哇哦！你好，加餐盘哈，谢谢。我来了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好华丽的菜啊！我感觉鸟，其实你之前是缓了一段的。对，就是有一点想走开，但没注意走得太开。这个鸟我认识，它也好可爱啊。就是某一个特殊阶段，我感觉鸟它就是刻意的在往后退。对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，我会感受不到这个东西的笑点在哪里。就有时候我说一句话，别人笑了，我不知道他在笑什么。当你感受不到别人为什么笑，就很麻烦了。对，我感觉我的人生，我想进入一个缓慢发展期。因为我觉得鹿是属于太焦虑了，他不太敢停下来的人。我感觉咱俩是唯二的最焦虑的那种类型。我觉得鹿停下来，他之前是停下来，我就感觉到你会，对，会有焦虑，对，会有罪恶感。我真的，我停下来就有罪恶感，我不敢停。不过我觉得你也不是说焦虑，或者说，我觉得这不能归到个人的焦虑上，因为我感觉环境时代的对，而且尤其是女生吧，你在某一个行业好不容易有一定的积累和成就，然后你就会感觉，如果你要走开，不是说个人生活上选择我要休息，而是感觉像是在认输。对你心里。对，因为你会把暂缓跟认输就会连到一起，而且从外界的标准上来说，他也会这么认为，就是他不想干了，他怎么了？就以前你会很被这个东西，就觉得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那样的人，所以我要咬牙拼。可能你到某一个极限的时候，你就会意识到，其实我死我活，别人是不在意的。对，是。哎，你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说，你不是要去做一个手术啊？能说啊，能说。你是啥时候去啊？不是他还没打电话，要等在排队是吗？对，他说要等床位，然后我在等。对，得这个病我才意识到说，我觉得当女人真苦，因为就我得这个是小囊肿，然后但是他要给我弄出来，他都要切到我卵巢那一层。其实它就是切好多层，要穿过很多层。对，穿过很多层，就其实跟剖腹产切的层数应该差不多。是从肚子进去吗？对，从肚子进去。然后在我的印象里，它就是一个小手术。然后我看那些资料以后，发现它其实还切挺深的。越来越害怕嘛。对，而且你知道它会插管道进去，就是你就算手术结束以后，你也要恢复，然后它最后它要留几天那个管道，然后它把它抽出来，相当于把你那个管道从你的，就像一个地壳一样，就把你的从你的地核抽出来。哎呦，我觉得当女人真受罪啊。哎呀。对，我感觉主要是因为现在到这个年龄段吧，大家身体都或多或少开始出现点问题，对，还是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差不多也到了航哥该睡觉的时间了，好，下次再聊，好嘞。回来喽，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今天虽然一直在说话，但一直都心情很好。我在想，我们过2天要不要去做一下那个基因检测这些？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idea。我今天也在看，我只是查了在那个 AI 对，但是我感觉挺有意思的，这个我都不知道有这种技术。对，因为一个朋友也提醒我，因为他是，我那个朋友他有基因病嘛，然后其实是，他告诉我是因为不是混血混太多了之后出现的基因病。应该不是国家混的问题吧，因为欧洲人都是
我不知道，他有提醒我，他说就是或许2代还好，好像3代4代就容易有这个。我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我不觉得是，但是你看欧洲人，像我的基因现在已经有可能几10个国家。好哎，我们去查一下吧。对。汤包也有点累哈，又上了基因的压力了。送走墨尔本的时候，你心里也会很难过吧？哎，确实，那个事儿挺痛苦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也是一直没有好好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必须得就是有孩子之前解决。从这段 VCR 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小鹿和汤包呢都是备孕新手，对吧？很多备孕的知识啊都在了解过程当中。哎，我想问一下各位哈，就是你们知道哪些成分的药品在备孕期间是不能够使用的吗？哦，我怀孕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发烧，但是医生告诉我很多药我是不能用的，所以就只能硬扛。那莹莹在怀孕那个时候，有医生也嘱咐一些消炎的药也是不能用的。哎，这样我们来听听这个美团买药的小团健康管家怎么说，好不好？备孕期间含哪些成分的药品不能使用？哦，回答出来了，看一下，他说常用的很多的复方感冒药、部分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，在备孕期间都不建议使用，因为这些药物可能影响胚胎发育，如需用药，请遵医嘱。哎，你觉得小鹿为什么哭成了那样？只是舍不得狗吗？我觉得小鹿是那种非常有有责任心的责任心，所以我觉得它跟那只狗也是有那种非常强的绑定和关系。子君老师，就是他在聊到那条狗被父母送走，因为哥哥要去城里念书，他不得不，这个有没有他其实有一点投射到自己身上的一种？对，他对这个小狗狗他没有办法凭他一己之力对这个小狗负责任，他会有一点愧疚感。第二个，某种程度上，他会让这个小狗也想到他自己，因为他一直在说他哥哥比较重要，而他自己总是不被重视的，就这么留在旁边，他可能也会就感同身受到这个小狗。所以他有的时候常常被激惹会哭，是他共情到了他自己的情感。对，我觉得小鹿也是永远把自己放在别人的角度思考事情什么的。可是他内心又很柔软啊。对对对，非常软，非常的，哎，一直很温暖嘛，而且很敏感。对，很敏感，很敏感，也很能 get 到小鹿的点。对反正我觉得得互相支持嘛。我觉得不同的问题，我们就会换角色。其实我觉得是有点那个样子的。好，那后来呢是她们闺蜜在一起聊天，也绕不开一个话题哈，就是如果要把工作做好，那就一定会错过一个黄金的生育时期。那如果先要成家了，那必然事业上可能就会有所停滞。那今天在座这么多女生朋友，怎么样老生常谈，权衡这个利弊呢？该生孩子就先生嘛，早生孩子，然后你早上大学，然后你就可以早的想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，早点自由，早点解脱。小鹿担心啊，他正是火的时候、红的时候，观众会不会淡忘他？回来会不会有他的位置？但是你这样越推越后，你这越生孩子就越来越难啊。但这还是我们这个年龄的想法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现在妇女平均生第一个孩子的时间已经都拖到31岁多了。它不是简单的，就是说我早生就好了。它有很多很现实的问题。第一个是受教育的时间变长了，对。然后接着就是他得想啊，跟小鹿的想法一样，就我能负责任，我再生嘛。你能负责任，你得有个房子。您就又得奋斗好几年，这都不是简单我有什么事业心的问题，还有心理上，现在都是先自我发展再说成家嘛，所以你就肯定越往后拖。我觉得这是个趋势。我是持相反意见的。上一集我很想说，其实像小鹿这样的工作性质的人群，其实并不是多数，大部分的可能都是企事业单位的员工。其实，在现在市场经济下，你不怀孕，你反而更危险，你更应该焦虑。可能在你怀孕了以后，至少1、2年、2、3年以后，你这个工作都是稳定的，不然其实很多时候反而容易被裁员。小鹿这种啊，是真的，他不应该有任何焦虑，
她的工作性质、她的才华，怀孕啊这件事情，一定是上天给她的一个机遇，或者说是给她一个新的体验。这种体验是你坐在办公室想破头都想不出来的很多的新的内容。我们跟小鹿其实上期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，我们都告诉她了，小鹿的本事已经长在身上了，这个东西就是手心手背。对。但是我今天看她，哎呀。她这个备孕太辛苦了，汤包，现在又在担心先把狗安排好，然后还得处理他爸他妈的关系，还得还要跟你去查基因，每天都有新的焦虑。其实按照倪老师那说法，不符合自然怀孕，就是现在你们顾忌太多了。但我觉得我们生活一直会有各种压力什么的，要么是这个备孕压力，或者要么是这个时间安排压力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最终只能自己把所有的事情，不让它太影响自己。汤包，你做好准备没有？当爸爸，我都想过我自己有了那种消息的时候，我的心情会怎么样。我会觉得我会非常的开心，虽然我不知道我准备好了没有，但是我还是很希望这个事情能发生。会不会有这种可能？第一个生完了之后上瘾了，小鹿他们家会生3、4个，超越邹市明，超越市明家这个赛道很拥挤啊。哎，你们有安排旅行吗？我们到现在还没有。让邹市明给你们安排一个旅行。好呀，你说你专业了。大美新疆，我们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汤包这一段会带来什么热聊的话题。第一个，成家与立业真的是2选1吗？没想到是一个外国友人来选出的成家立业这个话题。确实，我觉得可能第一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嘛。我觉得对于很多人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很多人是很感兴趣的话题。其实成家和立业，你会发现好像是个2难选择啊，会担心成家了影响事业，忙事业影响成家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成家是可以更好的支持立业。实际上，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把它看得那么复杂，就是确定你们2口子是不是真喜欢孩子。当你喜欢了，一切困难都能克服，这个问题全都能解决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要特别感谢3位我们的这个姐夫来到我们现场，谢谢，也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提炼的话题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守候我们这一期由美团买药冠名播出的爱奇艺自制综艺《姐姐当家》第2季。那谢谢大家的守候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，看病买药用美团，姐姐当家不怕难。不要嫁给别人，一定嫁给邹市明。我觉得好像就是要开始蜜月旅行的一个浪漫前奏嘛。好像都下降了。我其实能感受到他情绪不太好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认真想办法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为什么会突然笑啊？是因为我想让你轻松一点。爸娘，我自己活成我自己的依靠了。真有合适的，我给他张了。心迪，你不给小丽一个惊喜吗？咱俩真整上去了。哎，有人回复了。你们俩别那啥啊！你看你还不信？你们俩歇菜。你这媳妇还没法说。哪有吵来仗闹得乱的？行，离吧，是啊。那日子能过不能过还不知道吗？不都是因为娘家不行吗？娘家俺爹俺娘但凡要能行，我不至于搁那受那些年。你去个2、3天，你说像2个月，做很多的攻略，就是不是要1、2个月的账？那你组织这个旅行干什么？你度日如年，你还不如不去。你不会是生气了吧？这还没开始去呢。完了。
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， 享真奇硬化 Max 高品质视听。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，多语言字幕，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。来爱奇艺投稿《姐姐当家2》二创视频，赢现金奖励，解锁100种追踪方式，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。上微博参与《姐姐当家2》全民观察团点评活动，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百度一下你就知道。上百度 APP 搜索《姐姐当家2》，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姐姐当家2，百度文库全能 AI 内容获取创作一站搞定。姐姐当家2，百度网盘存住你的光芒。上百度搜索《姐姐当家2》，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。找工作上前程无忧51 Job， 好工作好前程。用有道词典 AI 同团，外教课堂轻松听懂，跨国会议无碍沟通。搜索 DR 钻戒，预约到店是带姐姐甄选同款真爱信物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，感谢百度 APP、百度娱乐、新浪新闻、百度百科、百度文库、百度网盘、前程无忧、网易有道词典、大悦城、DR 珠宝、智娱、成果娱乐、环球在线、影视聚焦、咸鸭蛋生活、炉火娱乐、异样飞行、扬子巷、猫扑娱乐、环泰娱乐、小八娱乐对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爱情。